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我这首谶语啊，把郭文贵送到美国监狱里了30年，但是呢，郭文贵遗留下的这帮疯蚂蚁们啊，依然是无一醒悟，继续的疯狂。我在8、9年前吧，我就曾经说过，我是在互联网上第一个说的，我说郭文贵他想搞一个郭伦宫，郭文贵想搞一个邪教。现在大伙再回头看看我当年的预言是不是又实现了。你别看教主被判了30年，但是这帮蚂蚁帮说文贵先生在美国被判30年，中南坑的一些老杂毛肯定乐坏了，殊不知这番骚操作绝对是在加速灭共。川普总统、美国的爱国者以及正义力量彻底看清了中共对于美国司法的严重渗透。一个建造了裕达国贸盘古大观、身家上百亿元的富豪，因为揭露中共高层的贪腐以及世界的邪恶阴谋，被中共发红通断美国之音，成为猎狐行动的首要目标，被70几个超限官司缠身，几年来做了数千场直播揭露中共，就是为了欺诈逾10亿美元吗？然后被中美的共产党控制的司法贝类合伙判了30年。这种逆天操作绝对会让美国人人人后背发凉。你说这帮傻逼们吃什么药能治他们呀？吃寡妇抗上灰都不管用啊！哎呀，纽约都是共产党控制的，没错。你这小一个法院算个嘚儿，整个纽约都是中共的。是。你看，七哥接下来要上诉，可能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这个案子，今天战友问我啊，说你觉得这个案子有转机？100%有转机，但是这个转机不是现在，说明天后天是吧？下星期不是这样的转机，是要等到一个背后的有很多力量要集结，天时地利人和。而且郭先生自己在直播里边曾经说过了，这个案子最终一定会打到国会的。所以这不是普普通通的，跟什么诈骗案呢、经济案呢、金融案呢，什么都没有任何毛关系，它就是一个纯的政治迫害。已经有苗头了，对，它纯的就是一个政治迫害，它这里边的因素是非常多的。郭先生他现在属于单枪匹马的，带着我们这些啥也干不了的这些战友，连个稻草都夹不上的这些战友们，他单枪匹马的在跟这个邪恶的这个司法黑暗势力在做斗争，跟中共在做斗争，用自己的这个肉身、健康、安全、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财产的一个牺牲，各个方面的一个牺牲，在做着这个斗争，所以他一定会上诉的，对，这是一定的，他不会被打倒的，这是一定的。民运一帮傻逼站出来骂七哥，可是为什么你们就好好想想，你们民运那帮傻缺，为什么中共就不弄你们呢？不屌你的，对呀，屌你都不屌你，你杨伟是吧？压根都不是一盘菜，不行，就根本就不行，所以人家不会在那帮孙子身上去浪费任何的一个力量的。七哥的邪教徒的中坚力量是一大批这样的挂到墙上辟邪、挂床头避孕的绝了经的丑娘们们。这帮母蚂蚁比谁都疯狂。我相信美国的病毒溯源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福奇是如何资助武汉交易所，通过谁把这个增强试验这个技术为什么给中国？为什么后来掩盖病毒传人这个事实？还有强制人们打疫苗，他真的打疫苗了吗？这是世界上我觉得最大的骗局了。如果他没打疫苗，他家人没打疫苗，记住福奇的家人打没打疫苗，和福奇本人打没打疫苗，还有他在这个辉瑞还有麦当娜有多少钱？然后他和比尔盖茨这些人有没有利益交易？这多简单是吧？多简单！然后跟王延义和王延义老公认不认识？王延义老公是中国最重要的100人和1000人计划武汉实验所，就是说白了，他就是叫生化研究所，就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 PLA， 叫做防化部队的一部分。就像北京所谓的外交学院
还有对外关系学院，这些都是共产党的100%的间谍特务的培养基地。搞生化研究的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是服务于生化部队，所谓国防安全，否则绝不可以。王延义的老公就不是吗？是唯一的不是的吗？王延义本身就是生化研究的，他不是吗？如果他不是，那才是真正的世界上的奇迹大新闻。而这个不是的人要回去当了武汉研究所的所长，增强试验，所有的这东西没有美国资助，他真的是当时他做不到。为什么这个武汉实验室要拉马云，拉中国的老板进去？为什么所谓的中国的几个大的基因公司都跟王延义和王延义老公都有股份利益关系，而且定期见面，在哪见面？美国很容易在中国可以得到。爆料革命从来没有一次说过福奇本人的事儿，从来没有，这个人类上没人提过福奇和王延义的个人关系是什么样。我相信瞬间会揭开，揭开了疫苗灾难、病毒真相、武汉说和全人类的科学家和科学杂志和严肃媒体都是被这2个生殖器给玩的时候，这是人类的悲哀。一个世界上最了解的病毒的一个人和释放病毒的武汉实验所2个老大从来没见过面，结果他给了他钱，还给了他技术，然后这个夸出来了他的病毒，然后他给他掩盖，然后这两个地方的人机构的老大从来没见过面，那是多大的事儿啊！这帮邪教徒疯蚂蚁们还在不停的播放七哥当年的疯话，疫情都过去多少年了，七哥都判了30年了，这帮神经病的蚂蚁们竟然说七哥拯救了世界，就凭着这个功劳也得把七哥给特赦了。他问题是他娘的，你把这些玩意儿交到白宫去，那白宫一看啊，你这不是他妈的揭美国的疮疤吗？啊，美国那个所谓的泽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那个事儿啊，你又再提起来了啊！你这不是他妈的揭美国的短吗？还想凭着这个给七哥放出来？这帮精神病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看郭文贵说话哦，他这个邪气特别重，就是他这个人是精神不正常，起码是不稳定的。对，我真的觉得他不是一个精神很稳定的人，非常非常的神经质啊。这个总之说，我那个时候形容他，我说他有那种邪教领袖的特质啊。也很 charming， 他确实有他的一种吸引力，但是呢，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所以他有那种迷惑力和煽动力，但是是属于邪的那一边的迷惑力和煽动力，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一种照妖镜吧。就是有很多人平时人模狗样的啊，说出来的话很符合理性、符合道德，什么都对。但是如果你竟然长期能够挺锅的话，那你里面肯定也有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我觉得他就妖精，你知道这个大妖精出来才能带一堆小妖精出来。你看看，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大妖精在文革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哪有那么多红卫兵啊？没有那么多红卫兵跳中字舞。而这个郭文贵他就有这个力量，他就有这种能耐，他就像文革期间毛泽东这个天安门城的毛泽东一样，这文革以后这几十年谪居的海外的新老红卫兵们，内心隐藏多年的人性之恶，他充分的挑唆起来。怪不得我说反共逼脑残啊，这就把郭文贵还嘿嘛啊，郭文贵啊，反共逼脑残啊，对吧？但是郭文贵精神不正常，这我早就8、9年前我就说了，这帮脑残到现在才知道啊。1、2、3，有一个声音响彻大地，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老百姓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唱着曲，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有一个声音响彻
你在哪儿呢？你看见谁了？本打算直播的，但是直播权限被取消了。郭先生入狱。看这个国际形势，郭先生，给您唱一首啊。1、2、3，红红的出儿将我你大起哦儿。我是败家玩意儿啊！骗人死全家，骗人出门被车撞死。感谢 CBR A 先生这2个金剪刀提供的素材啊！真的，郭文贵真的把一些蚂蚁都给骗得死全家了。多少那个蚂蚁没有等到这个七哥的钱啊，被美国政府还回来就死了呀。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叫做顽童的蚂蚁，是一个很疯狂的中心的邪教徒，都身染重病，都快弥留了，还天天给郭文贵的这个蚂蚁帮做节目，在重症监护室还在给七哥祈祷呢啊，结果呢走了，刚化疗完，那这得了癌症了都，哎，就天天给蚂蚁帮造谣编新闻，哎，看到了吗？这蚂蚁没等到七哥入狱还钱啊，入狱倒是入狱了，没等到七哥还钱就没了。你看，天天还做笔记啊，给那个七哥做演讲的精彩分析，还有天天工作表格汇报，我的妈呀！这个掘经的母蚂蚁说，今天是1年1次的寺院的僧侣来家里祈福，他还请和尚到他家里去给七哥祈福去。邪教，纯粹的邪教。别看教主给判了30年，即便是教主在那个监狱里边被黑的哥用黑管给碾成泥儿，嘎喽，这帮人也不会醒悟，这就是生物的多样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